真的是祖武界宗消失的主城。原来他一直就藏在祖武天河之内。七界圣府众人一个个的目光炙热无比，相比于七界府主，他们显得更加激动，情绪都有些失控。祖武界宗是怎样的存在，七界圣府最清楚不过。根据七界圣府史料记载，七界圣府当年刚刚发展时，也是依附于祖武界宗之下才能够得以成长的。可以说，没有祖武界宗当年的扶持，也不会有七界圣府如今的辉煌。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祖武界宗全体搬入太古神域，不然祖武界宗还在的话，七界圣府也很难成为浩瀚修武界最强的界灵师势力。不是七界圣府不够强，而是祖武界宗根基太强。祖武界宗几乎是拿到了时代初期最好的界灵师资源，哪怕现在祖武界宗留下的一些遗迹，也不是七界圣府能够攻破的。这也侧面的体现出了一个问题，哪怕七界圣府的鼎盛时期，也是不如祖武界宗的鼎盛时期的。因此，祖武界宗的传承一直是七界圣府最向往的。府主大人，可有办法将这祖武界宗的主城带走？有长老问。之所以这样问，是他们看到祖武界宗，第一反应就是占为己有。可他也是界灵师，他看得出来，想将这祖武界宗主城收走很难，因此才询问他们的府主，看府主是否有方法。莫说带走，就连覆盖阵法，对这祖武界宗都没有效果。我们只能布置防御阵法，将它保护起来，不让其他人靠近，但却根本无法阻止其他人对这座城池进行观察。不过也不用担心，祖武界宗的宝藏没那么容易获取，他们要看便看。若是我七界圣府都没办法，他们也不可能拿得到。七界府主说道。那府主大人，那些远古家族的人去哪了？是因为对这祖武界宗主城没有办法，所以放弃了吗？还是说他们依然在这里，躲在暗处？有长老问道。他们还是有些担心，他们先前躲在远处，通过大阵观察，但却只看到白裙女子与远古家族强者交战，后面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眼下来到这片星空后，祖武天河防御大阵不见了，远古家族也不见了，可却能够闻到浓烈的血腥味，从那血腥气味中能够分辨死了很多人。这里发生过很惨烈的战斗，既是战斗便有胜负，无论获胜的是何人，此人都是他们需要提防的，无需管他们。相比于七界圣府的众位长老，七界府主却是丝毫不慌，他十分沉稳，似乎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只见他拿出了一块令牌，七界诏令。七界府主在七界诏令之上写下一些文字，随后催动开来，顿时磅礴的结界之力四散而去，不仅涌向祖武天河的各个世界，更是向九魂天河以及其他天河的各个世界飞掠而去。传播速度虽然有限，可覆盖祖武天河却也并未太久时间。只见祖武天河各个世界的上空都出现了绚丽的结界之力，结界之力于天际盘旋，覆盖肉眼所见之处的整片天空。随后结界之力化作白色，如一道遮天蔽日的白纸，封锁住了天际。不过白纸之上很快便有巨大的字体浮现，浩瀚修武界，本是一体。祖武天河更是曾为浩瀚修武界如今的昌盛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七界圣府绝不允许任何人对祖武天河进行破坏，无论是远古武者亦或当代武者，皆不允许。即日起，祖武天河将由我七界圣府守护，若有人敢动祖武天河，便是与我七界圣府为敌。七界诏令发布者，七界圣府府主界天然。七界圣府他们搞什么鬼？圣谷的圣主等人眉头紧皱，毕竟他们已经知道楚风与七界圣府的关系，本以为七界圣府来了会走远古家族的老路，大开杀戒，疯狂掠夺，以此报复楚风，却没想到他们搞了这么一出。而祖武天和各方世界的其他人同样议论纷纷，许多人更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更多的人开始躲入卧龙武宗留下的能庇护他们的阵法世界之内。因为祖武天和这些年一直与外界没有联系，许多人见识有限，根本都没听说过七界圣府，但看到那遮天蔽日的结界之力，他们知道这七界圣府必然是极其强大的存在。刚刚经历了远古家族的攻打，众人本就提心吊胆，还没缓过神来，不明真相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七界圣府究竟是敌是友，但第一反应就是先躲起来。这七界诏令几乎渗透了祖武天河所有世界，且也在向其他天河蔓延而去。但祖武天河的卧龙武宗有着强大的结界之力，所以卧龙武宗内是看不到七界诏令的。眼下卧龙宗主正带着楚风三人前往卧龙武宗的观察大阵，想要通过观察大阵确定是否是七界圣府的人来了。观察大阵位于卧龙宗主的居住的寝宫内，表面看只是一道门，可打开后却可进入一座阵法世界。阵法世界乃是一片星空，星空内只有一道天河，正是祖武天河。进入这里可以随意调动阵法力量，观察祖武天河的任何地方。卧龙武宗真是深藏不露。进入这样的大阵内，楚风也是内心感叹，尽管先前通过防御大阵，他已是能够观察祖武天河所有情况，可防御大阵中有耗尽之时，力量再强也将消散。但眼下这座观察大阵则是能够一直观察祖武天河的，这样利奥德的阵法被誉为浩瀚修武界最强界灵师势力的七界圣府估计都没有，可卧龙武宗却有，这是底蕴，卧龙武宗的底蕴。很快楚风他们便通过这座观察大阵，确定七界圣府来到了祖武界宗主城之外，以及他们发布了七界诏令之事。他们要保护祖武天河，会这么好心？紫菱眉头紧锁，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想保护的不是祖武天河，而是那座祖武界宗留下的宝藏。若是真有心保护，怎么不在远古家族攻打之前保护，反而现在过来了？分明就没打算插手此事，而是在远处观望，看到祖武界宗宝藏，这才跑了过来捡便宜。楚风说道。我觉得楚风师弟说的有道理，这七界圣府还真是卑鄙。温雪附和道。但旋即看向楚风，美眸中露出好奇。楚风师弟，听闻七界圣府的当今府主是你的外公啊？那他来了没有？哪个是啊？温雪好奇地问道。眼下通过观察大阵，他们所看到的画面正是七界圣府大军的画面。楚风没有回答，而是通过画面锁定着界天然。楚
楚风观察界天染，而温雪观察楚风。通过楚风的目光，他也是很快从人群中锁定了界天染。哦，看来是来了。那个老头子就是你的外公吧？那么那个遍布祖武天河的结界之力，也是你外公的手段喽？你外公看来很强啊，卑鄙没那么可怕，强也没那么可怕，但又卑鄙又强，可就很麻烦了。楚风师弟，你得罪这种人，以后的路恐怕不好走了。温雪小手托着下巴，一脸认真地分析着楚风的境地。楚风没有理会温雪，但目光开始从界天染与祖武界宗来回移动。楚风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界天染，他最担心的是祖武界宗这种宝藏被界天染占得先机。楚风师弟，你之前真的利用七界圣府的大阵和你这个外公打成平手吗？这种级别的存在，到底是怎样的大阵才能与他抗衡？那样的大阵应该难以承受的吧？温雪问道。温雪师妹，莫要打扰我，楚风哥哥。紫菱说道。卧龙宗主也是随之说道。温雪，安静点。师尊，我这不也是担心楚风师弟，替他分析一下局势吗？温雪解释道。卧龙宗主投来了严厉的眼神，温雪这才耸了耸肩，旋即也闭上了嘴巴。布下七界诏令之后，七界府主则对众人说道：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要靠近祖武界宗的主城。此话说完，他便独自一人向祖武界宗的主城飞掠而去。而楚风的目光也是赶忙移向祖武界宗的主城，他知道界天然想做什么，自然是进入那座城池，而楚风也想占得先机。宗主大人，能否将画面集中在祖武界宗主城的大门之上？楚风问。可以。卧龙宗主催动阵法，祖武界宗主城的城门也越发的清晰。不行，通过传送阵看不清。宗主大人，能否开启传送大阵，让我过去？楚风又问。那门上必然蕴藏着破解防御大阵，开启大门进入祖武界宗主城的方法。可是隔着观察大阵，楚风根本看不穿，唯有真正身临其境的注视才行。可以，不过时间不能太久，1个时辰，不管行不行，都要回来。卧龙宗主说道。楚风点头。随后，卧龙武宗宗主便带着楚风等人从观察大阵内走出，他又打开了另外一道门，这门内同样是一座极其利奥德的大阵，可以短时间之内便将楚风传送到祖武天河的任何地方。楚风哥哥，会不会太危险了？可眼见着楚风真的要过去，紫菱则是不由担心起来。楚风现在的修为和七界府主差距太大了，莫说七界府主，就算是七界圣府，那些浮空战船之上，随便一个长老都不是他们能够应对的，那可是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势力啊！而楚风却还只是一个小辈。紫菱，不用担心。这句话是楚风与卧龙武宗宗主同时说的。楚风这样说，是因为他的身上有神鹿，神鹿已经说他恢复了，并且楚风与神鹿沟通过，神鹿是能够帮他躲避天龙界灵师的手段的。而对于神鹿的话，楚风也是深信不疑，他见识过神鹿的手段。卧龙武宗宗主取出一张符纸和一个玉瓶，递给了楚风。多谢宗主大人。看到这张符纸和玉瓶，楚风知道为何宗主大人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了。原来宗主大人也有保全他的手段。这张符纸和玉瓶内的药配合使用，会有极强的隐藏效果，可以让楚风不被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隐藏阵法，是与我卧龙武宗大阵相连的阵法。在阵法有效期限内，你能与我交流沟通，若是真的遇到危险，你便告诉我，我便催动阵法将你直接传送回来。不过切记，莫要超过1个时辰。卧龙武宗宗主对楚风说道。弟子知道，有劳宗主大人。楚风也不怠慢，先是服用玉瓶内的药水，随后又催动符纸，立刻隐藏得彻彻底底，紧接着便踏入传送大阵之内。卧龙武宗的传送大阵速度极快，短时间之内，楚风便来到了星空之中。当然，楚风莫说距离祖武界宗更远，距离七界圣府的大军都有些距离。楚风，你面对的毕竟是七界圣府，就算我卧龙武宗开宗祖师留下的大阵很强，但也你也要小心一点，尽量还是保持一些距离。卧龙宗主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宗主不必担心，祖武界宗主城太大了，这个距离足够了。楚风说的是实话，尽管距离的确有些远，可祖武界宗主城却是堪比一方世界，并且是较大的世界。如此庞然大物，楚风哪怕距离较远，却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楚风根本没有向前移动分毫，就站在原地，开始认真观察祖武界宗城门上的内容。当不再是运用观察阵法，而是凭借身临其境的观察之后，楚风的天眼之下，祖武界宗城门上的符咒纹路就像活过来了一般，开始跳跃。那些符咒纹路太多了，就像是一片汪洋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鱼群，而楚风需要从这些鱼群之中找到一些特定的鱼，将这些鱼进行排列，这样才能找到开启大门的方法。当然，这只是其一，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只是另外的方法虽然简单，可却极其危险，那就是直接选择破门而入。但这种方法可是会遭到那城池阵法的反噬的，太难了。为何留下如此难的开启方法？楚风一番观察之后，也是眉头紧锁，纵使是他，也是感觉头皮发麻。这个难度几乎可以用不可能来形容。界天然也是低头揉了揉眼睛，看来难住的不只是他，也包括界天然。可是很快，界天然从乾坤袋内拿出了一面铜镜，那镜子十分古老，乃是太古之物。他催动法诀，镜子立刻变大，旋即射出一道光芒，落在祖武界宗的城门之上。界天然竟有这样的宝物！楚风目光转喜，如同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光亮。那铜镜的光芒笼罩之下，可以大大降低观察的难度。如果说之前要从装满鱼群的汪洋大海内寻找到一些特定的鱼，那么在这镜子的照耀下，则是将范围缩小到了1/10。尽管难度依然很大，可这个难度已是比之前弱了很多很多。楚风开始集中精力观察，在界天然拿出这件宝物之后，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已是有了一丝机会。楚风知道这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把握住。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在更远的地方还有着一个人，也在注视着界天然。
此人便是身被斧头的宋长生。楚风更不知道的是，看着谢天冉拿出的宝物，就连宋长生也是面露凝重。他为何会有此物？他认得此物，正因认得，他只凭此物便足以断定牛鼻子没有骗他。谢天冉定然隐藏着实力。太古之物有很多，但谢天冉的那面铜镜不仅是太古之物，且上面还有一道特殊的印记。那印记很特别，带有这种印记的宝物有2个特点：一，只能使用一次，并且需要认主才能使用；二，都具备非同一般的力量，要么霸道，要么特殊。宋长生能有今日成就，抛开自身天赋不谈，那也是有着大机缘的。无数座其他人无法发现的遗迹，他都发现过，也都有所收获。而他曾有2次在不同的遗迹内都见到过带有这个印记的宝物，就因为需认主才能拿走，他这2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年少之时，第2次则是近期不久。如果说第一次的失败可以说是修为尚浅，经验不足，那么第2次的失败纯粹是他自身能力有限，让他确定想获得此物不仅仅是修为的问题，还需要极高的天赋与悟性。在宋长生看来，除了时代初期将修武界推上鼎盛时期的那些强大存在外，现在这个时代牛鼻子老道都未必能够获得此物，只有楚风的父亲和楚风才有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并非绝对。哪怕他清楚楚风与其父亲的天赋有多可怕，可他却也不能确定他们能够获得此物，因为他亲身体会过。他知道想获得带有那印记的宝物究竟有多难。倒也不是说谢天冉拥有这样的宝物就说明他的实力特别可怕，但足以说明他的天赋极其利奥的。现在的修为绝非他真正的实力，谢天冉绝对不容小觑。随着时间流逝，那面铜镜上的古老印记越来越淡，楚风就算不知道这宝物多么难以获得，但也看得出来，当那印记彻底消散之时，就是那铜镜力量溃散之际。宗主大人，弟子需要多一些时间。楚风对卧龙宗主说道，尽管相隔很远，可通过大阵，他能随时与卧龙宗主进行交流。需要多久？卧龙宗主问。谢天冉现在使用的这件宝物很难支撑2个时辰，这个时限就是我所需要的时限。不过宗主大人也莫要担心弟子，就算大阵失效，弟子也可以自行返回宗内。楚风说道。楚风，我可以进行延长时间，你不用担心大阵，这次机会难得，你尽量争取。卧龙宗主回道。本来楚风与宗主说这件事，是因为楚风怕宗主担心，所以明确表明他有自保能力，可没曾想宗主还有延长的手段，于是楚风也是欣喜。有劳宗主大人。沟通之后，楚风继续全力观察。1个时辰之后，楚风便从那密密麻麻的符咒纹路中找到了一组关键的符咒纹路，将这些符咒纹路进行序列排序。刹那间，一股庞大的吸力锁定在了楚风的身上。下一刻，楚风的意识便被吸入到了那祖武界宗的城门世界之内。楚风没有动用任何精神力与结界之力，就只是在远处观察，与脑海进行排列。但成功之际，他的意识已是进入了那城门内的世界。眼下，楚风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之内，这里空旷无比，只有一物，那是一道通天的大门，就在距离楚风的不远处。恭喜小友踏入此地，接下来你将面临考验，若能通过考验，将有机会获得踏入我祖武界宗的钥匙。一道浑厚的声音映入楚风的耳帘，声音落下，大地震荡，虚空也隆隆作响，一道耀眼的光芒落在楚风身上，是那道通天大门开始缓缓开启。那落下的光芒正是大门开启的缝隙渗透而出，光芒刺眼，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楚风能够感觉到那里面蕴藏着非同一般的力量。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嘎吱！可是很快，那正在开启的大门却又关闭起来。就在楚风不解之际，那浑厚的声音再度映入楚风耳帘，考验只能一人进行，失败者将重新进入此地。此话响起的同时，楚风则是猛然转身看向身后，在楚风身后较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道身影，乃是七界府主谢天冉，他的意识也进入了此地。楚风，你怎么会进入这里？谢天冉显然是刚刚进来，他对于楚风身在此处也是十分意外。我为何不能在这里？楚风反问。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滚出去！话罢，谢天冉便释放出了强大的精神力，攻向了楚风。精神力肉眼之下无形，可感应之下便能看到具体形态。谢天冉的精神力宛如海啸一般向楚风直扑而来，但楚风却丝毫不惧，同样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攻向谢天冉。楚风的精神力不仅不弱于谢天冉，反而比他的更为磅礴，因为这里只是他们的意识进来了，他们根本不具备修为，眼下所能使用的只有精神力，并且是最纯粹的精神力，没有任何修为的加成。现在楚风与谢天冉处于一个平等状态，到底谁能留在这里，就看谁的精神力更强，没有任何花哨的攻势，就是最纯粹的精神力对轰。可是刚刚交手，楚风的精神力就压制住了谢天冉。谢天冉咬牙切齿，一张老脸急得异常狰狞，可哪怕如此，他也无法改变战局。他那磅礴的精神力被楚风压制的所剩无几，如此压力之下，他苍老的身躯也开始瑟瑟发抖。堂堂七界府主，被誉为浩瀚修武界最强之人的谢天冉，就连双腿都开始缓缓下落，这样下去就要跪在楚风面前。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要他被楚风的精神力吞没，就将被驱逐出此地，丧失与楚风竞争的机会。谢天冉，你不过如此。楚风冷笑，小畜生，你休要猖狂，不过是传承了冉青的天赋而已。但你给老夫记住，冉青的天赋也是传承自老夫，你在老夫面前什么都不是。谢天冉发出愤怒的咆哮，同时原本快要跪下的身躯也是猛然站了起来，一股更为强大的精神力自谢天冉的体内释放而出。楚风就快要将谢天冉吞没的精神力一下子被对方轰了回来，两道精神力宛如连片汪洋与半空进行冲撞，强大的力量
使得这方漆黑的天地都变得扭曲起来。他竟然有所隐藏，故意的吗？为了在我大意的时候发动反扑？不行，我绝对不能败在这里给他。楚风剑眉竖起，也是咬紧牙关，开始全力催动精神力，因为他现在的修为根本不是谢天染的对手，是这里的限制让他有了与谢天染公平交锋的机会。若是如此公平的环境下，楚风都无法战胜谢天染，那么离开这里以后，他又要什么时候才能战胜谢天染？是否还能战胜谢天染？毕竟说白了，现在比拼的是最纯粹的基础实力，也就等于是界灵师的天赋。倘若楚风现在战胜不了谢天染，那么就算他们以后境界相同，恐怕也难以战胜谢天染。不，若是今日输了，就没有以后没有如果了。天赋不如对方，资源不如对方，又要拿什么将修为追赶对方？嗷呜！精神力如凶猛的野兽，竟开始发出刺耳的咆哮。楚风为了战胜谢天染，开始不计代价的释放精神力，以量换质，可伴随楚风的精神力变强，谢天染的精神力竟也随之变强。谢天染使用了与楚风相同的方法，楚风已是毫无保留。这种情况下已别无他法，只能看谁的精神力更为磅礴，看谁的底子更厚。楚风，你也不过如此。谢天染忽然开口，语气尽显嘲讽，而楚风则是嗤之以鼻。我也没说过我楚风多么撩的，但打你七界圣府的小辈还是绰绰有余。至于你这位七界府主，都快入土的人了，还胜不过我一个小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我楚风是不怎么样，但现在来看，七界圣府更是不怎么样，毕竟你这位府主都不过如此而已。以此来看，七界圣府除了我母亲是真正的天才，其他人皆是徒有虚名而已。楚风道：楚风，你少逞口舌之力，如今老夫就在你祖武天河，你敢露面吗？谢天染问。欺负后辈说得如此正义凛然，天经地义，你是真不要脸了吗？另外，不是你先逞口舌之力，想影响我心绪的吗？现在竟反咬我一口，真就年纪都活到脸皮上了呗。我母亲也真是倒霉，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一个爹？我外婆也是眼神不好，选了你这么一个老树皮，我猜他俩应该都很后悔。楚风接连说道。你，谢天染气的眼珠瞪得溜圆，若不是这里有限制，他绝对会一巴掌将楚风拍成粉碎。谢天染本就是要面子的人，而从小便是天才的他，那是被捧着长大的，从小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几乎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话。楚风是第一个，不仅是第一个，而且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当然最关键的是，他的意图被楚风看破了，他的确是想通过言语影响楚风，但很显然这个方法是不行了。楚风骂他脸皮厚，他听着难受，而再观楚风好似油盐不进，他说的那些话对楚风一点影响都没有，于是他干脆闭嘴，不再与楚风对话。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他们二人的对决依旧胜负未分，他竟强大至此。楚风尽管表面是面不改色，可内心却也慌了神，这样高强度的消耗，就连他也支撑不了太久了，他已经到了极限。事实上能够坚持到现在，楚风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很快楚风的担心消散，谢天染也坚持不住了，谢天染的精神力量也在减弱。哼，谢天染，看来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了。楚风笑着说道。混账东西，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谢天染愤怒地问道。他为了破开大门，动用了极其珍贵的宝物，那宝物只能使用一次，是在宝物的辅助下他才能进来。可楚风是怎么进来的？他实在想不通，怎么进来的？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你那宝物好用啊。楚风说道。你也在这里？你还在这片星空中？谢天染反问。之所以如此吃惊，是因为他已布下了观察大阵，且覆盖范围极光，若是楚风在的话，他是能够发现楚风的，所以他之前并没觉得楚风是与他一同观察，他是觉得楚风应该是在他们还没到的时候就已经观察，并且用其他手段进入这里的。可现在他明白了，原来楚风是与他一同观察，是借助他那宝物才能进来的。这个结果就让他更气了，不用露出一副如此吃惊的样子。谢天染，这个世界上厉害的手段多着呢，你看不到我很正常。你以为只有祖武界宗灵驾驭你七界圣府之上？你七界圣府从来都不是这浩瀚修武界的最强，从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楚风说道。他知道谢天染为何如此吃惊，自然是因为他没有发现楚风也在这片星空，但此时楚风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就要离开这里。不过他并不慌张，因为他能看到谢天染的身形也在变得模糊，谢天染也同样到了极限，他的意识也将离开这里。虽然这次楚风败了，但是谢天染也没成功，非要说起来，亏的是谢天染，毕竟楚风本来就是捡漏进来的。楚风，迟早有一日你会落在老夫的手中，老夫会像对待你母亲一样，将你从我七界圣府继承到的力量尽数剥夺。谢天染的声音阴狠无比，尽管不是咆哮，可却也能听出他的恼羞成怒，因为若是没有楚风，他真的有可能进入祖武界宗的主城之中。谢天染，我希望你在说谎，看在我母亲的份上，我也许能留你一条狗命，但若是我母亲真的出现三长两短，莫说你的狗命不保，我会要你整个七界圣府陪葬。此话说完，楚风的意识便回到了本体之中，他能看到远处的谢天染原本一动不动，但忽然他动了，猛然转身，那双苍老的眼眸凌厉无比，是使用了特殊的手段在搜寻楚风的位置。宗主大人，带我回去。见状，楚风赶忙联系卧龙武宗宗主，但此时他的声音已是异常虚弱。卧龙宗主听出了不对劲，尽管没有回答楚风，但却也立刻催动传送大阵。很快，楚风便被传送之力包裹，进入了传送隧道之内。至于七界府主，依旧在认真观察周围，可是他却根本搜寻不到楚风的踪迹。府主大人，怎么了？七界府主的长老看出了七界府主眼中的凶狠，这样的凶狠来的突然，必然是发生了什么。一群废物，
七界府主冷冷地丢下这句话，便消失在了原地。七界圣府众位长老面面相觑，脸色煞白。虽然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七界府主的怒意让他们恐惧。楚风此时躺在传送隧道内，非常虚弱。在那空间世界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可他毕竟是耗尽精神力才出来的。此时的他脑袋痛得快要炸裂，但同时连哀嚎都发不出。他的身体已到极限，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动弹了。与此同时，七界圣府浮空战船内，专属于七界府主的寝宫内，七界府主布下了封锁大阵，而他则是趴在地上，浑身抽搐，大口的黑色血液不断流出，不仅是嘴巴、眼睛、耳朵、鼻子都有。这是七界圣府的人从未见过的狼狈以埋你。他的情况比楚风还要严重，自然也是说不出话。可偏偏有一道声音自界天染的体内传出：界天染，你真是没用，若非本尊帮你，你今日必要败给自己的外孙。一声嘲讽之后，忽然界天染的身躯微微抽搐起来，紧接着一股极为柔和的力量自界天染体内溢出，将其覆盖。在这力量的加持下，界天染的伤势也开始快速的恢复。动用这股力量疗伤，不至于吧？本无法说话的界天染已是能够发出虚弱的声音，但他却对这股力量用来疗伤表示质疑。他清楚这是怎样的力量，这股力量加持下，他的伤势再重也能于短时间内恢复。可这个伤他熬得过去，他觉得没必要动用如此力量。虽然灵王镜只有一面，但残留的力量却还在。在残留的力量丧失前，多用几张灵王洞察符，也许还有机会。你必须要尽快回到那祖武界宗的城门前。界天染体内的声音响彻：你不是说灵王洞察符无法叠加吗？界天染说话间，已是能过起身，盘坐在了地上。本尊有所保留，也是正常，你能理解的对吧？界天染体内的声音淡淡的笑了起来，但却笑得有些不好意思。能理解，只要关键时刻别再保留即可。界天染道：界天染，说起来你那外孙天赋真的非同一般，你远不如他啊。体内的声音略带嘲讽，可界天染并未生气，反而是捏动法诀，利用体内散发的力量加快疗伤速度，但却也道：你我联手才勉强平手，老夫不如他，你就如他。嗨，天赋这一块，这小鬼确实逆天。体内声音说道：是冉青的天赋逆天，他只是继承了冉青的天赋，但冉青的天赋也是传承自老夫，没有老夫这个根，哪里会有他？界天染道：是，你说到点子上了，你们其实本是一家人啊，何必如此？若能将他招入你七界圣府麾下，你们联手不是更好？让这楚风辅佐你，绝对比那界天要强得多。好歹他也是你的亲外孙，难道你真的忍心将他的血脉剥夺，为你自己所用？体内声音道。可听闻此话，界天染原本平静的脸上露出一抹不爽。老夫的计划原本完美无缺，若不是出现他的父亲打破老夫计划，冉青也不会与老夫反目。而那孽畜的天赋越强，老夫越恨。若是冉青当初与慕白结婚，那他们二人生下的孩子绝对比那楚风强上百倍。他的出现有违天道，乃是异类。至于那天赋，自然也不当属于他。他的一切是偷了老夫的成果，老夫只是想拿回属于老夫的东西。界天染道：你呀，就是凡事都想求最好。现在来看，那楚风的父亲也并非凡类，甚至可能不比那界慕白差。当年你若能退而求其次，就干脆接受他们父子，你女儿也会一如既往的听从你的话，你们一家其乐融融，何必落到今日的地步？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里也不好受吧？那声音问道：没有什么不好受的，天意难违，有违天意的乃是他们。老夫没有错。界天染的声音变得愤怒起来：真的没错吗？没有发生的事又何以断定？你真就能确定，若是你女儿与你七界圣府的那个界慕白在一起，所生下的孩子就一定强过楚风？体内的声音问道：什么意思啊？那预言可是你让老夫做的，现在老夫依然坚信，而你却动摇了。界天染眯起双眼，脸上怒意更浓：哪里话，本尊当然不会动摇，本尊只是怕你难过，事情已经发生，没有办法改变，放下执念才能解除痛苦，和解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至少目前来看，这个楚风确实值得培养，不是吗？体内的声音说道：不必再说了，老夫决定的事不会改变。这楚风乃是孽畜，他不该出生于世，老夫必要将他的一切剥夺，那是属于老夫的。界天染道：你现在回头，也许还有回头路，你若真的将那楚风杀掉，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界天染体内那位说道：早就没有回头路了，老夫也绝对不会回头。界天染道：所以这楚风你必杀之。体内声音问：必杀之？界天染道：好，本尊就说没有看错人。体内的声音忽然露出安慰的笑声，就仿佛之前的话都是试探，而界天染的回答反而深得他心。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老夫？老夫决定的事向来不会改。界天染道：确实，本尊当年选中你，看中的就是你份气魄。成大事者就须如此，天赋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野心是气魄，是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决心。你的天赋已是足够，但你所具备的气魄，他们皆是没有。天染其实真的无所谓，你那女儿不可惜，你所期望的外孙没有降临于世，也同样不可惜。反正成为这天地间最强界灵师的，不是楚风，不是你女儿，也不是你期望中却未能降世的外孙，而是你自己。培养他们本就是为了辅佐你，有没有他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都是你自己。见你依然坚定，那本尊便也放心了。界天染体内的声音说道：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老夫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那就是将七界圣府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而站在那高峰顶端的人也将是老夫，也只能是老夫。话到此处，界天染睁开了眼眸，目光可怕无比。界天染的体内响彻阴森却又满意的笑声：好，这一次本尊真的没有选错人，你的确不会被感情所捆绑，本尊定服你上位，你将超越秦九这个时代的界灵大帝，非你莫属。可听到这里，
谢天冉却摇了摇头，不，老夫要做的不是他人走过的路，所以老夫要做的不是什么界灵大帝，老夫要做的乃是界灵之神。楚风的精神力几乎耗尽，之前为了争夺还能撑着，但在传送隧道内没坚持多久，便丧失了意识，迷迷糊糊间，除了痛苦，什么都感受不到。可那大脑被撕裂，浑身被针扎的痛感，对楚风也是一种折磨。不知过了多久，楚风隐隐间感觉自己被柔和的力量包裹，身上的痛楚开始散去，折磨开始快速减缓，就连意识也渐渐恢复。又过了一段时间，楚风终于醒来，他发现他在一个房间内，房间内有疗伤大阵，他位于阵法中心，但这疗伤阵法只是辅助，真正的力量源泉乃是来自一道瘦小的身影。温雪，楚风诧异地看着阵眼内的温雪，是阵眼利用他自身的力量在为楚风疗伤。温雪本就白皙的脸庞比平时又白了许多，那是惨白，虚弱的惨白。楚风心生愧疚，温雪，他没想到温雪会为了帮他疗伤，耗费如此之大。别说话！温雪立刻呵斥，语气很凶，但似乎意识到自己语气太重，又立刻缓和。你身体弱，先少说话。你听我说，这是我师尊的寝宫，子林和我师尊就在外面，他们有事情要做，所以让我帮你疗伤。当然，本姑娘帮你是师尊的意思，你必须尽快调整好，因为你必须要尽快回到那片星空中去。你那个卑鄙的外公又准备观察祖武界宗了。楚风明白了温雪为何帮自己疗伤，于是问，我昏迷了多久？1个时辰。温雪说道。1个时辰。楚风眉头微微皱起，按照他的推断，他之前耗尽精神力，这是很严重的状况。正常来说，昏睡个几个月都是正常的，这还是按照楚风这种异于常人的恢复能力来推断。若是其他人，哪怕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可能恢复不了，都很正常。1个时辰，楚风不可能苏醒，如今能够苏醒，乃是因为温雪的帮忙。温雪的这份治疗的力量的确特别，是天才地宝都无法代替的。那么他有温雪，谢天然又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精神力耗尽，被迫退出，谢天然不可能没有负担，那便说明谢天然也有着能够帮他快速恢复的力量和手段。当然，你若不想去了，或者说没办法去了，你也可以说接下来你可以慢慢恢复。温雪说道。谢天然又动用了观察的至宝。楚风问，还没有动用，但目测打算动用，因为他布下了防御大阵以及封锁大阵，覆盖面积极广。师尊猜测他应该是知道你先前进去过了，或者说是察觉到有其他人在暗中观察，所以才突然布下这种手段。温雪道，是在防我。先前我与他的意识都进入了祖武界宗的阵法世界之中，我的伤势就是与他对决之时精神力消耗太大所致。楚风说道。原来如此，难怪他与你同时停止观察。那你还要进去吗？温雪问。你能撑得住吗？楚风反问。他看得出来温雪帮他疗伤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现在他只是苏醒，距离恢复状态还差得远，若想恢复最佳状态，温雪需要付出更多。楚风师弟，不妨直说，我温雪帮你疗伤的力量来自于之前的累积，我能吞噬他人血脉，而我你疗伤的时候，我就需要耗费掉这些血脉，我可是在耗费多年积攒的本钱来帮你。亲兄弟明算账，我帮子林疗伤的，你归还命魂已经还清，但是眼下帮你恢复精神力，则是新账，你以后可是要还的，这笔债很贵的，至于怎么还，如何还，则是我说的算。温雪说道。只要不让我做违背良心，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我都可以。楚风说道。哟，你原来是个好人啊。温雪道。我没说自己是好人，但我觉得不算坏人。楚风道。那就是要回去了。温雪问。楚风道。需要恢复到最佳状态。温雪问。楚风道。明白，你闭嘴休息吧，接下来的交给你师姐我便是。话罢，温雪捏动法诀，磅礴的精神力开始向楚风的体内灌输而来。那精神力很特别，不是温雪的，而是其他人的，是很多个其他人。这是温雪掠夺来的精神力，虽然单个来说与楚风自身无法相比，但是奈何数量太多，并且温雪有特殊的手段处理，所以这些精神力便可以化作对楚风进行疗伤的力量。楚风也是直接盘坐起来，捏动法诀，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这股治疗的力量，能够加快恢复速度。二者配合之下，短短一炷香的时间，楚风就已经恢复大半，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因为温雪支撑不住了。温雪气喘吁吁，胸前快速起伏，整个人就像是被暴雨淋过一样，豆大的汗珠不断落下，但整个人却消瘦了许多，手撑着地，垂着头，仿佛随时会倒下去。可见楚风起身要走，却一把拉住楚风，回去，我还能坚持。楚风挣脱了温雪的手，并且一颗珍贵的丹药放在温雪的手中，已经够了，好好休息，我欠你一个人情。话罢，楚风便走了出去，房间外便是大厅，卧龙宗主和紫菱都在这里等着。楚风哥哥，你没事了？见到楚风，紫菱赶忙走了上来，满脸关切，可楚风却是脸色难看。原本做好重返那片星空准备的他犹豫了，因为他看到大厅内有着一座强大的疗伤阵法，那是至宝所催动的疗伤阵法，治疗何人？乃是宗主。宗主此时也非常虚弱，看到此时的宗主，楚风似乎明白为何之前宗主说1个时辰，显然超过1个时辰，对于宗主来说也会产生负担。紫菱的状况也不太好，应该是帮助宗主疗伤，也付出了不少。楚风，机会难得，快入传送阵。卧龙宗主道，似乎知道楚风担心什么，不由补充道，我死不了。另外，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祖武天河。祖武界宗是我祖武天河的传承，我不想他被七界圣府的人夺走，你代表我卧龙武宗将那传承夺回来，我命令你快进去。后面的话的确是命令口吻，楚风哥哥进去吧，师尊有我盯着，不会让他有事。紫菱也是劝道，绝对不能让宗主有事。楚风这句话是暗中传音。话罢，便直接踏入了传送大阵。此刻的楚风自然有压力，但更加有斗志。温雪也好，宗主也好，楚风都欠下了人情，
这份人情自然要还，但不辜负这份人情同样重要。谢天冉为了以防万一，布下了面积极为广阔的封锁大阵。这个封锁大阵主打就是一个封锁范围较广，覆盖面积堪比一方星域。布置这座大阵，谢天冉也是耗费了不少宝物，因为祖武界宗主城较为特别，他似乎就是想让所有人看到他，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想要用隐藏结界将他隐藏起来，连谢天冉也做不到。一定范围内祖武界宗主城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任何手段都无法将他遮挡，他只能布下封锁大阵，尽可能的限制楚风以及其他人靠近的距离，以如此方式来影响视线。当然在封锁大阵外还是布下了遮盖的阵法。可谢天冉不知道的是，卧龙武宗可以直接将楚风传送到他布置的阵法之内。楚风只是换了一个位置，但角度和视野和先前比都是丝毫不差，只是楚风从结界门内走出来的时候，发现还是迟了一步。谢天冉已经使用了观察的手段，且开始观察了。楚风不知道他观察多久了，但自己绝对落入了下风，于是楚风不敢怠慢，赶忙观察起来。这一次的方式虽然与先前是相同的，可却有了一些变化，想利用上一次观察的经验是几乎不可能了。谢天冉一番努力观察之下，成功进入了祖武界宗内阵法世界之内。恭喜小友踏入此地，接下来你将面临考验。那浑厚且神秘的声音映入谢天冉的耳帘，哪怕他是一个年迈的老者，可这个声音却也是称他为小友，但是倒也正常。不管这个声音是阵法存留，还是某种真实存在，按照辈分来说，谢天冉也的确是小辈。谢天冉并未在意这个声音，而是直接将目光落在了那道通天大门。进入这个阵法世界只是开始，进入那道大门才能接受真正的考验。祖武界宗根本就没有想过将他们从远古所得传承于人吧，这种难度简直不可能通过。谢天冉也是忍不住感叹，若没有体内那位的指点，就算动用了手段，他也很难进入这里。但谢天冉可是真正的界灵天才，他对自己的天赋以及经验都十分自信无碍，不管他们真心传承也好，还是做做样子也罢，能有如此阵法，足以说明这里藏有真材实料的宝物。有本尊指点，就算是做样子，本尊也能带你进去。谢天冉体内的声音说道，这里面的宝物能帮助你恢复吗？谢天冉问，无法确定，但对你一定有提升，你我乃是一体，无论本尊恢复还是你有所提升，都是好事一件。谢天冉体内的声音说道，那倒是，但是老夫真的觉得祖武界宗没有诚心想要传承，他们留下的遗迹一个比一个难破解。谢天冉还是有些担心，那是因为本尊在休眠状态，不然岂会有本尊破不开的遗迹？要知道秦九也是本尊培养出来的。谢天冉体内的声音说道，那这次你多坚持一下。谢天冉道，放心吧，本尊这次既然从休眠中醒来，就是为了帮你。谢天冉体内的声音说道。而在他们交谈间，那座通天大门已是开启近半，只是此门似乎要彻底开启才能踏入，但很快那道大门迅速关闭。这一刻谢天冉脸色巨变，猛然回头看向身后，只见楚风的身影就站在远处。谢天冉，你真不地道，动用宝物提升观察力都不告诉我，莫非是想出毒食？楚风问道。小畜生，你居然没事？谢天冉怒声问道。他很诧异，也很愤怒，诧异楚风居然又出现在了这里，明明这一次他已经特意布下了防范手段。至于愤怒，自然是因为楚风又要坏他好事。你都没事，我怎么会有事？楚风淡淡一笑，老夫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盛怒之下，谢天冉不再废话，直接发动精神力对楚风扑了过去。楚风也不怠慢，同样释放精神力，二者的精神力再度对撞在一起。但这一交手，楚风的心里便有底了，因为温血支撑不住，楚风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这个状态是难以战胜最佳状态的谢天冉的。可眼下楚风发现谢天冉也并非最佳状态，那么这一仗便还有的打。果然这一次楚风与谢天冉都没有上一次支撑的久，但楚风这一次的精神力还是弱了谢天冉一点。楚风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榨干自己仅存的精神力，硬生生拖到将谢天冉的所有精神力耗尽。精神力耗尽后，楚风的意识又回到了本体。这一次楚风注意到谢天冉也动了，并且不像之前那么从容，直接半跪在了地上，但很快消失在了原地。这足以说明谢天冉这一次的消耗比上一次要严重，这也正常，因为楚风这一次的消耗同样比上一次严重。宗主大人，带我回去。楚风说下这句话，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在意识丧失前，楚风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谢天冉不会再这么快恢复，不然楚风他是没有资本与他争夺了。带着这个念头，楚风陷入了昏迷，但好在卧龙宗主听到他的话后，便催动传送大阵，将楚风拉入传送隧道之中。至于谢天冉，他又回到了浮空战船自己的寝宫之内，如之前一样狼狈地趴在地上。但这一次他睁着的眼中满是杀意与不甘，绝佳机会又一次因为楚风而失败了。谢天冉，你这外孙真是坏事，回头将他带到，并不能轻饶于他，要让他死之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谢天冉体内的声音响起，这一次就连他也是异常愤怒，他自然也知道这两次耗费了怎样的宝物与力量。谢天冉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满眼的不甘与无尽的愤怒。谢天冉，既然暂时无法开启祖武界宗的传承，本尊也便不浪费力气了。不过你放心，本尊休眠期间只是无法动用力量帮你，无法与你沟通，但本尊还是能够感受到你所经历的一切。若真到了你需要本尊帮助的时刻，本尊还是会出面帮你。这句话像是安抚，又像是警告。意识明明模糊了，听不到声音，想不起事情，似乎忘记了一切，但却唯有一样东西忘不掉，反而感受越加清晰，那便是痛楚。这是透支身体的惩罚，没了温血的治疗，寻常的手段效果微乎其微，并且这次惩罚时间并不短，像是在提醒楚风他犯下的罪过很重，下次若要再犯，掂量掂量
当楚风终于能睁开眼睛时，熟悉的脸庞与声音同时浮现。楚风哥哥，你感觉怎么样？紫菱绝美的脸上不只有担忧，还有憔悴。可当他确定楚风苏醒，嘴角不由微微上翘，那抹甜美的弧度立刻让这憔悴的脸变得灿烂，也变得更美。感情就是如此，它很神奇，担心能让人憔悴，喜悦也能让人变美。但楚风知道，让紫菱喜悦的是自己，让紫菱憔悴也是自己，不免也有些内疚。我没事，害你担心了。楚风立刻撑着身体起身，尽管还很虚弱，但想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无碍。他想让紫菱悬着的心落下一些，不担心才怪了。但不怪你，你做什么事，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紫菱甜甜的笑道，我知道。楚风轻轻的抚摸着紫菱的脸颊，紫菱也是这样，他越是心疼。只是收获如何？紫菱问。他们只知道楚风又挑战了祖武界宗主城，但结果如何可不知道。随后楚风将自己的情况全告诉了紫菱，也在紫菱口中得知了卧龙宗主以及温雪的情况。温雪为楚风疗伤，付出的代价不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卧龙宗主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没有好上多少。为了帮助楚风对抗界天染，楚风这边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然也有界天染的情况，尽管界天染布下了多层大阵，可他的一举一动却都在卧龙武宗观察大阵之内。自从楚风昏迷，界天染便也没有再出现了。七界圣府的长老虽然一直盯着祖武界宗的主城，但没有了辅助手段的加持，他们也都是眉头紧锁，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看来界天染那治疗的手段也不是能无限使用的，不过这反而正常。楚风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第二次的争夺已是楚风的极限，若是界天染继续能再恢复，再度进入祖武界宗的阵法世界，那楚风也是毫无办法了。紫菱，那我这次昏迷了多久？楚风问。1个月。紫菱道，那还好，1个月比楚风预想的要短。宗主大人在哪？方便见我吗？楚风问。师尊说了，等你无碍，便让我带你去见他。只是楚风哥哥，你真的没事吗？要不再休养休养？紫菱仍不放心。我没事的，既然醒了，便无大碍。倒是你。楚风说话间抓住了紫菱的手腕，为紫菱诊断伤势。毕竟紫菱之前强行出关，伤势并未痊愈，你就别担心我了，我和你一样，也是需要时间。紫菱笑着说道。可楚风却眉头微微皱起。紫菱别看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比自己好很多，但楚风只要醒来，身体就会迅速恢复。紫菱反而是根基受到了损坏，并且这个损伤很严重。抛开手段不说，楚风如今身上的宝物便有许多是修复根基和修为的，但是越是强大的根基，就越是难以修复。紫菱的更是较为特别。紫菱的伤势，楚风目前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没事就好。楚风没有责怪紫菱强行出关，导致根基受损，事情已经发生，责怪没有任何意义。紫菱对楚风是无条件支持，楚风对紫菱也同样如此。至于这个根基能损伤便能治疗，只是治疗的方法较难。可楚风觉得也许温雪有办法，因为温雪的手段很特别，她是用生命治疗生命。按理来说，温雪的这种手段可以进行各种疑难杂症，区别就是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带我去见宗主大人吧。楚风站起身来，随后楚风便见到了卧龙宗主。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看着卧龙武宗此时的模样，楚风仍是满心惭愧。宗主大人，可楚风刚开口，我卧龙武宗宗主便说道。楚风，若是矫情的话就别说了，若是关于祖武界宗的情况，可以与我讲讲。卧龙宗主尽管脸庞都干枯的脱了香，可他脸上的笑容却也能看出慈祥。见状，楚风也淡淡笑了，旋即讲述了他在祖武界宗内遭遇的情况。当然也不只讲了这些，刚好紫菱也在。关于他离开祖武天河后面经历的事情，比如结识龙成宇等人，踏入过太古星海、七界圣府的事情，以及九天之巅的事情，都与卧龙宗主和紫菱讲述了一遍。听楚风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卧龙宗主也是频频点头。在他看来，楚风所做的这些事情实在太给他卧龙武宗长脸了。对了，楚风，这位是我卧龙武宗在真元孤山隐居的那位大人交给你的，这次守护祖武天河，对亏这位大人回来了，你应该还记得他吧？卧龙宗主说话间便将那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当然记得。楚风笑着接过，可乾坤袋刚刚入手，便有一道阵法张开，那是唯有楚风才能触发的阵法。楚风顺势解除阵法，旋即一道信息便进入楚风脑海之中。这道信息让楚风知道，原来那位真元孤山的大人便是武者商会会长。楚风终于知道为何从未相识的武者商会会长会帮助自己了，原来是自己人。当然这位大人让楚风保密这件事，他并不想让卧龙宗主以及其他人知道他的这另一个身份。同时他还给楚风提供了一个地址，那是他接下来会短暂闭关的地方。楚风若是有事需要帮助，可以去那个地方找他。世人都以为我祖武天河没人，实际上我祖武天河也是藏龙卧虎的。楚风不由感叹道。当然卧龙宗主也是点头附和，他虽不知道那位大人便是武者商会会长，但他也知道楚风所指之人便是那位大人。楚风，你接下来若是没事，便先不要离开卧龙武宗。宗主大人说道。如今七界圣府的人已经开始深入祖武天河，表面是布置阵法守护祖武天河，实际上是另有所图。楚风又是七界圣府的最想抓捕之人，自然是躲在卧龙武宗内最安全。可楚风却摇了摇头，因为就算的不知道远古家族攻打卧龙武宗之事，楚风也是要回来的。楚风和小鱼儿等人进入了传说中的太古创造地，楚风与王强、小鱼儿、仙海少羽4人皆在太古创造的，打造出了自己的创造殿宇。王强、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3人修为直接就提升了，可楚风却没有提升。楚风打造的创造殿宇当时只给楚风了楚风之意，那个方向便是祖武天河。如今楚风已经回到了祖武天河，在官体内那创造殿宇的指示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依旧只是祖武天河，没有具体的指引。
这与楚风预想的不同，他以为回到祖武天河指引会更加具体，不曾想会是这般。可既然已经回来了，就算难度没有变，楚风也还是要努力。七界圣府这座大山，楚风必须要翻过去，创造殿宇可能会是他翻山之路的一条捷径。而非要说起来，楚风自己也有一些想法。目前来看，最大的两个可能是两个地方，一个楚氏天族的禁地。他的父亲明确说过，禁地之内拥有着可以让天级血脉觉醒的力量，只是楚风当时的修为还不属于那里，待的修为足够，再去那里领悟，可能会有收获，自然血脉便能觉醒。楚风现在已知自己体内有2重血脉，一个是丹田内可以看到的强大的9色天雷，但他们却是外来者。在楚风10岁那年进入楚风体内的，也正是他们让楚风天赋倍增，楚风能有今日成就，离不开他们的助力。但实际上，楚风体内还隐藏着另外1重血脉，那才是他父亲传承给他的血脉，只是不知为何楚风一直感受不到这重血脉，但已知的是其父亲传承给他的血脉很强。楚风血脉暴走，就是传承血脉所致。楚风不知道若是血脉觉醒，觉醒的会是哪重血脉，但无论是哪重，无疑对自己都会有巨大的提升和帮助。抛开楚氏天族禁地，楚风觉得祖武界宗主城也许也会是修罗殿的指引。毕竟祖武界宗乃时代初期最强界灵师势力，他们继承了远古时期留下的界灵师宝藏。而楚风不仅是修武者，也是一名界灵师，若是能得祖武界宗传承，界灵师的实力也必然会是突飞猛进。不过眼下来看，想进入祖武界宗主城并不容易，所以楚风打算先回楚氏天族境的瞧瞧。楚风哥哥，你打算离开卧龙武宗吗？我和师尊说过了，不管你去了，我都要跟你走。紫菱说道。听闻此话，楚风看向卧龙宗主，紫菱的修炼也到了一个阶段。本来说好紫菱此次出关就让他去寻你的，虽然没有顺利出关，而是强行出关，导致未能达到预期的修炼成果，但答应他的事我也会做到。卧龙宗主说道。楚风哥哥应该不会嫌弃我做你的拖油瓶吧？紫菱笑着问。说什么呢？我的紫菱可是我的大腿，不过暂时不离开祖武天河，有一些地方我想自己去打探，待我离开祖武天河，我们再同行，好不好？楚风自然不嫌弃紫菱是拖油瓶，但他还是担心紫菱。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去了，我跟着去了，就算你要进入那片被七界圣府占据的星空，我也要与你同去，哪怕帮不到你，我也要站在你身边。紫菱的脸庞少见的涌现出了坚定，他对楚风是无条件支持的，什么事都会顺从楚风。可这次他不再顺从了，因为相比于楚风昏迷的时候，在楚风还在星空之中与界天染共同挑战祖武界宗时，紫菱更加担心，他很怕楚风失败，被界天染发现，被界天染杀害的时候他不在，只能眼睁睁看着楚风出事，哪怕也清楚面对那种存在，他多半也是无能为力。可他若在，至少能与楚风一同面对生死。好了，一起去。不过紫菱，我要先回一趟我楚氏天族的禁地，那里你现在可能进不去，等我回来，我们再同行。楚风道。不行，我也要去。紫菱少见的固执起来。见状，楚风只得暗中传音。紫菱，我父亲在楚氏天族禁地布下了防御阵法，那阵法很强，只有我能进去，我怕带着你去会有危险。可听到这暗中传音，紫菱却立刻以传音回应。我说楚风哥哥，难道你忘记你刚离开祖武下界的时候，我可就是跟随你的父亲语言前辈，带你楚氏天族禁地内修炼的，那位不仅是你的父亲大人，也是我的师尊大人呢。师尊大人做事缜密，就算我进不去，但也不至于伤害我吧？你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的哦。听到紫菱这样说，楚风也是知道不带他去怕是不行了，于是楚风看向卧龙宗主。宗主大人，那我便带着紫菱同行了。见楚风妥协，卧龙宗主不由笑了，看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楚风也是怕媳妇的人。那是当然，天大地大，媳妇最大。楚风立刻附和，其他人说这种话可能是画饼，但你楚风绝对不是。紫菱确实很有眼光。卧龙宗主说话间，将2块传送令牌分别递给了楚风与紫菱。使用这传送令牌，你们可以借助我卧龙武宗的传送大阵。我卧龙武宗的传送大阵有一个特点，祖武天河境内，它可以将你们传送到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只是没有我催动，这个传送时间需要的会久一些。多谢宗主，那我们便动身了。接过传送令牌，楚风便与紫菱直接运用卧龙武宗传送大阵进行传送。不过2块传送令牌，他们只动用了楚风的那块，2人便可以一起传送。虽说传送速度的确不如卧龙武宗宗主催动大阵快，但实际上速度也是很快的，远非远古传送阵可比。无需传送阵的阵点，便可传送到任何地方。不知道咱们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厉害，还是祖武界宗的开宗祖师更强？传送途中，紫菱好奇地感叹起来，但旋即看向楚风。楚风哥哥，你觉得呢？楚风看向紫菱，发现紫菱眼眸清澈，面带灿烂笑容，宛如少女一般明媚。这样的紫菱现在很少见到，几乎只有在楚风面前才会展露这样一面，因为只有在楚风面前，紫菱才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咱们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更强。楚风说道。楚风哥哥，你怎么知道的？见楚风如此确认，紫菱更加好奇，直觉也可能是咱们是卧龙武宗弟子，所以心里更倾向于咱们的开宗祖师吧。楚风笑道。直觉吗？其实我也有这种直觉。紫菱笑道。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送之后，楚风与紫菱则是来到了祖武下界的天路之中，再度踏入天路，看到这熟悉又有些许陌生的地方，楚风心中顿时一股情绪涌上心头。当年的他们还被困在祖武下界，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武之圣土还是修武者心中的圣地，可要从东方海域进入武之圣土，就必须经过上天的考验，因此这条路被誉为天路，这里也算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了。楚风本想带着紫菱进入禁地，那防御阵法虽没有伤害楚风，但紫菱却也无法进入，连楚风对此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能保证自己可以进入。无碍，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紫菱贴心的说道。楚风也怕紫菱多想，解释道，我想我父亲应该不是故意防着你，只是布阵的时候便设下了只有我能进的规则。说什么呢？师尊大人当然不会放着我，快进去吧。紫菱无所谓的笑了笑，他自然不会怪楚轩辕，哪怕是楚轩辕故意防着他，他也不会责怪，因为他清楚他的天赋早就跟不上楚风了。以他的天赋来看，本该如将无伤张天翼一样，只能留在祖武下界。是楚轩辕的帮助，他才有了今日的成就。那你等我。楚风说话间布下了一个隐藏结界，护住紫菱，这才进入禁地。踏入禁地，伴随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种种回忆也浮现眼前。他还记得第一次踏入此地的场景，那时还不知老猿猴是其父亲的朋友，心中还有些许忐忑。而现在这里已是空空荡荡。楚风四周看了一下，发现天眼也寻不到觉醒血脉的力量，于是楚风直接盘膝坐下，用心感悟。起初什么都感受不到，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能够感受到这里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当感受到那力量之后，就仿佛触碰到了新的世界。那力量给楚风的感觉太过磅礴，就仿佛是一条鱼儿进入一片汪洋，根本不知道这片汪洋究竟有多大，是真正的深不见底。但这已是楚风目前所能触碰到的极限了。除此之外，楚风也参透不出这是怎样的力量，也无法与这力量进行沟通，就像是一道无形的门拦在了面前，楚风进不去。现在的修为都还不够吗？那父亲当年带着我来到下界的时候，修为就已经在我现在之上了吧？楚风多番尝试后，确定自己的确无法与这力量沟通，但楚风并未气馁，本来就是尝试，他也做好了失败的打算。随后，楚风走出禁地，找到了紫菱。楚风哥哥，怎么样？紫菱立刻问道。还需努力。楚风笑着说道。那要先回卧龙武宗吗？紫菱问。换个地方。楚风道。随后，楚风带着紫菱催动传送阵，直接离开了此地。从传送隧道走出的时候，他们已是身处一片山脉之中。楚风哥哥，这是什么地方？紫菱问。大千上界，远海神山。随后，楚风将自己在远海神山的经历告诉了紫菱。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远海神山也蕴藏着非同一般的宝藏？紫菱问。楚风当初进入远海神山时，修为太弱了，里面有楚风无法抗衡的存在很正常。可是现在的楚风早就今非昔比，无法确定，这要看我能不能直接开启进入远海神山世界的结界门了。答案马上揭晓。楚风说话间便直接捏动法诀，释放出精神力。楚风要强行开启出一道进入远海神山的世界的结界门，这便是楚风的测试。若是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都无法寻找到进入远海神山世界内的结界门，那便说明此地非同小可，是真正的宝藏。若是楚风能够轻易找到，那便说明远海神山并没有楚风想象的强。很快，楚风便察觉到了隐藏于远海神山的世界，并且很是轻易的便开启出了一道结界门。这是进入那世界的门吗？紫菱问。楚风点头。这么容易就发现了？紫菱又问。是挺简单的，不过也不能代表远海神山世界内就简单。楚风已经做好准备，只要能够进去，他一定要进去故地重游一番。莫说无法确定，就算确定远海神山没有宝藏，他也要进去看看。远海神山留给楚风的印象太深刻了。想当初，楚风与殷明朝、紫薰衣、王强、赵红他们一同来到这大千上界，却因为遭遇天梯内的诡异漩涡而导致分离走散。楚风被卷入了远海神山之内的世界之中，那个看似荒凉的平原，却经历了永生无法忘记的记忆。楚风随便就捡到了一本仙境武技，而后更是在远海神山内遇到了强大的妖兽以及未知的神秘生物。楚风是为了保命才离开的，那让楚风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如今的楚风已是今非昔比，他必然要再进去看看远海神山到底藏着什么。紫菱。忽然，楚风神色一变，因为紫菱已是率先踏入了那道结界门。见状，楚风也是赶忙走了进去。穿过结界门，楚风进入了一片平原，这平原十分荒凉，可谓寸草不生，可头顶却悬着一轮明日，散发着炙热的光芒。而远处隐隐间还能听到一些声音，声音很远，但却令人毛骨悚然。至于紫菱，已经在远处了。见楚风进来，他立刻跑了过来，并且手中还举着一本残破的书。楚风哥哥，这里真的能够捡到仙境武技啊！此时的紫菱不仅丝毫不慌，反而十分兴奋，因为他刚进入这里就捡到了一本仙境武技。楚风接过仙境武技，观察了一下，嘴角露出了笑容，那是期待的笑容。楚风哥哥，这里好像不简单哦。紫菱说道。确实。楚风点头，不用观察，只是正常的感受，他便能够察觉到这个世界的非同一般。看来他们这次倒是来对了。紫菱，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咱们还是隐藏一下。楚风道。紫菱点头应下。随后，楚风便在他们二人身上都布下了更为强横的隐藏结界，随后便与紫菱御空而起。但楚风并未立刻动身，而是居高临下，利用天眼认真观察。根据他的观察，很快锁定了一个方向，同时更是拿出了天师拂尘。值得一提的是，很久没有给予楚风指引的天师拂尘，这次给予了指引。